深圳富二代美女来台湾散心，夜市吃卤肉饭被台男暖到哭，这是什么神仙剧情？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可真是让人感叹，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一个来自深圳的富二代美女，在台湾夜市吃到一碗卤肉饭，居然被暖到哭，而且还邂逅了爱情，这剧情简直不要太神仙呀！故事的女主角叫做林雅琪，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家里是做建材生意的，家底殷实得很。雅琪长得水灵灵的，皮肤白皙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标准的白富美一枚。她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名校毕业，工作能力强，年纪轻轻就在公司做到了总监的位置。雅琪今年28岁，在深圳这种大城市，已经被亲戚们划入了大龄剩女的行列。每次过年回家，七大姑八大姨都要问有对象了吗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问的雅琪头都大了。其实雅琪也不是没谈过恋爱，只是每段感情都无疾而终。前任男友王总是个成功人士，但总觉得雅琪工作太忙，没时间陪他。分手那天，王总冷冷地说：“你除了会赚钱，还会什么？我要的是能照顾我的女人，不是整天和我比收入的商业对手。”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雅琪的心，她一直以为自己很优秀，却没想到在感情上栽了跟头。天啊，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谈恋爱吗？雅琪常常躺在床上自问。最近公司的项目终于告一段落，雅琪决定给自己放个假，出国散散心。她本来想去欧洲或者日本，但突然想起大学时的闺蜜小文在台湾定居了，于是决定去台湾玩几天。雅琪，你终于来啦，想死你了。在桃园机场，小文给了雅琪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哎呀，小文，你还是这么热情，一点都没变。雅琪笑着说，小文在台湾嫁了个老公，现在在台北开了家服装店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他带雅琪参观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、101大楼等景点。雅琪也买了不少手信，准备带回深圳送给同事们。就在台北的第3天晚上，小文突然接到消息，说店里有急事，必须赶回去处理。雅琪，对不起啊，今晚我可能不能陪你了，要不你先去师大夜市逛逛，那里有好多好吃的，你一定会喜欢。雅琪其实有点失落，但也理解闺蜜的难处，便点点头，没事，你去忙吧，我自己去夜市转转。雅琪按照小文给的地址，搭乘捷运来到了师大夜市。夜市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各种小吃的香味扑鼻而来，让雅琪顿时来了精神。哇，这里也太热闹了吧！雅琪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虽然深圳也有美食街，但这种传统夜市的氛围却是独一无二的。雅琪边走边看，被各种台湾小吃吸引，蚵仔煎、大肠包、小肠、盐酥鸡、珍珠奶茶，应有尽有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闻到一股香味，顺着香味找去，看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门口排着长队。这家店在卖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多人排队？雅琪好奇地问前面的一位阿姨：“哎呀，这可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阿成卤肉饭啦！老板娘的卤肉饭做了30年，汤汁熬得又香又浓，肉又软又嫩，吃一次就忘不了。”阿姨热情地解释道：“是吗？那我一定要尝尝。”雅琪决定也排队买一碗，排了将近半小时，雅琪终于买到了一碗卤肉饭。这家店真的很简朴，就是路边一个小摊位，几张塑料桌椅，但生意非常好。雅琪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看着眼前这碗朴实无华的卤肉饭，香气扑鼻。她舀了一勺放入口中，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雅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卤肉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咸香适中，搭配白米饭简直绝配。他从来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道小吃能有如此美味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一个温和的男声从旁边传来。雅琪抬头一看，只见邻桌坐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男子，正笑盈盈地看着他。男子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看起来很清爽干净。太好吃了。雅琪点头如捣蒜，在深圳很少能吃到这种味道。你是大陆来的？男子好奇地问。对呀，我是深圳人，来台北玩几天。雅琪回答。难怪你那么惊讶。男子笑着说，我叫陈志明，是这附近大学的老师。我叫林雅琪，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工作。雅琪也礼貌地自我介绍。
你一个人来的？志明问。本来是和朋友一起，但他临时有事，所以我自己来逛夜市了。雅琪解释道。那我可以当你的临时导游吗？师大夜市我熟得很，可以带你去尝尝其他好吃的。志明热情地提议。雅琪犹豫了一下，在深圳，他从来不会随便和陌生男子搭讪，但不知为何，看着志明那双真诚的眼睛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。好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雅琪点头答应。就这样，志明带着雅琪在夜市里穿梭，品尝各种美食，香脆的盐酥鸡，软糯的麻薯，清爽的豆花。志明对每种小吃都如数家珍，不仅介绍食物的做法，还讲述背后的历史和文化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雅琪惊讶地问。因为我是教历史的，对这些民间小吃的由来特别感兴趣。志明笑着解释，每一种小吃都承载着一段历史，一种文化，一个故事。听着志明娓娓道来的解说，雅琪仿佛看到了台湾小吃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，不禁对这个看似普通却知识渊博的男子肃然起敬。在夜市的一角，志明突然停下脚步，指着一家小店说：“来，试试这个，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古早味错冰，绝对让你惊艳。”雅琪跟着志明走进店里，老板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志明啊，好久不见，今天带女朋友来了。”这话让雅琪脸一红，志明也有些尴尬，连忙解释：“阿伯，他是从深圳来的朋友，我在带他逛夜市。”深圳啊，不错不错，来，给你们上特制的芒果错冰。老板笑呵呵地说。不一会儿，一大碗堆得高高的芒果错冰端了上来，上面淋着浓稠的炼乳和满满的新鲜芒果块，看起来就让人食指大动。哇塞，也太丰盛了吧！雅琪惊叹道。尝尝看。志明递给他一把小勺子，雅琪舀了一勺放入口中，冰凉甜蜜的感觉立刻在嘴里扩散开来。天啊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冰淇淋都比不上这个。志明看着雅琪像个孩子般兴奋的样子，不禁莞尔一笑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每到夏天，我最期待的就是吃这碗错冰。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妈妈省吃俭用，每个星期日才带我来吃一次，所以特别珍惜。雅琪听着志明的童年回忆，突然有些触动。在深圳，他从小衣食无忧，想要什么基本都能得到，却很少像志明这样对简单的食物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。两人边吃边聊，从台湾美食聊到两岸文化，又聊到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志明虽然是大学老师，收入并不算高，但他热爱历史研究，对生活充满热情。他还经常带学生做社区服务，帮助弱势群体。其实我觉得做老师挺好的，虽然赚不了大钱，但能影响学生，传递知识和价值观，这种成就感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志明真诚地说。雅琪听着，心里泛起一股暖流。在深圳的商业圈里，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赚钱，如何投资，如何扩大事业版图。志明这种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，在他的圈子里反而很少见。我突然有点羡慕你，雅琪轻声说。羡慕我？志明惊讶地问。你可是深圳的高管，家里还有矿，应该是我羡慕你才对吧？雅琪扑哧一笑。什么家里有矿啦？我只是觉得你活得很纯粹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且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。相比之下，我虽然表面光鲜，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，没有对错之分。志明温和地说。不过如果你觉得缺少什么，不妨停下来想想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犹如一道闪电，击中了雅琪的心。是啊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高薪工作，豪车大房，还是能懂我、欣赏我、和我一起成长的伴侣。两人聊到很晚，不知不觉已是夜深。志明坚持送雅琪回酒店，路上他们经过一座古色古香的寺庙，这是龙山寺，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。志明介绍道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雅琪点点头，跟着志明走进寺庙。虽然已经很晚，寺庙里还有不少虔诚的信众在祈福。志明教雅琪如何上香，如何祈愿。你许了什么愿？出来后，志明好奇地问。雅琪神秘地笑了笑，这是秘密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其实他许的愿望很简单，希望能找到真正懂他的人，不是看重他的家境或外表，而是欣赏他的内心和灵魂。回到酒店门口，志明有些不舍地说，明天我可以继续当你的导游吗？想带你去平西放天灯，
好啊，我很期待。雅琪微笑着答应了。第二天，志明准时来接雅琪，他们坐火车去了平西，那里因电影《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而闻名。两人买了一个红色的大天灯，志明拿出笔来，在天灯上写下你的愿望。雅琪想了想，写下希望遇见对的人，不再孤单。志明看了看，笑而不语，也写下了自己的愿望，不过他没有让雅琪看。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放！在志明的倒数声中，两人一起将天灯推向天空，红色的天灯缓缓升起，带着他们的愿望飞向远方。看着天灯越飞越高，雅琪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感动，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。怎么了？志明关切地问，递给他一张纸巾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很美，很感动。雅琪擦了擦眼泪。在深圳，我们总是匆匆忙忙，很少有这种放慢脚步，仰望天空的时刻。志明理解地点点头，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，感受当下的美好。雅琪看着眼前这个朴实无华却内心丰富的男子，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短短2天，志明的真诚、热情和智慧已经深深打动了他。当天晚上，志明带雅琪去了一家隐藏在小巷子里的老餐厅，据说是台北最地道的客家菜。我记得你说过你奶奶是客家人，所以特意带你来尝尝家乡味道。志明解释道。你还记得啊？雅琪有些惊讶，昨天他只是随口一提自己的客家背景，没想到志明居然记在了心里。当然记得，而且客家菜是台湾的重要饮食文化之一。你尝尝看和大陆的客家菜有什么不同？餐厅的老板是个60多岁的阿姨，看到志明就热情地打招呼：小志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这位是林小姐，从深圳来的朋友。志明介绍道。深圳那边发展的可快了，来，今天给你们准备了特别的菜色。老板娘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，很快一桌丰盛的客家菜上来了，梅菜扣肉、酿豆腐、客家小炒、盐焗鸡，每一道都香气四溢。哇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雅琪惊讶地说，客家人待客就是这样，丰盛热情。志明笑着解释，来，尝尝这个梅菜扣肉，是老板娘的拿手好菜。雅琪尝了一口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天啊，这味道和我奶奶做的好像，我已经好多年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客家菜了。看着雅琪开心的样子，志明也露出满足的笑容。两人边吃边聊，气氛越来越融洽。志明，我明天就要回深圳了。饭后，雅琪有些不舍地说。这么快？志明明显有些失落。这几天我很开心，感觉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。雅琪点点头，我也是。谢谢你这几天的陪伴和介绍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台湾。其实，志明犹豫了一下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系。我有时也会去深圳开会，也许还能见面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雅琪眼睛一亮，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约定保持联系。回到酒店，雅琪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全是和志明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，夜市的卤肉饭、芒果搓冰、平西的天灯、客家老餐厅。短短几天，他似乎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，不再只是追逐金钱和名利，而是珍惜当下的美好和真诚的情感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吗？雅琪自言自语道。可是我们相隔两地，又能怎样呢？第二天一早，志明坚持要送雅琪去机场，在去机场的捷运上，两人都有些沉默。雅琪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志明突然开口。什么话？雅琪有些紧张地问。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，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唐突，但是，志明深吸一口气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深圳的白富美，而是因为你这个人，你的真诚，你的善良，你对生活的热爱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现实的障碍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告诉你我的感受。雅琪听了，心跳加速，脸颊发热。她没想到志明会在临别之际表白，但更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一点也不反感，反而有种被珍视的感动。志明，我也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。雅琪红着脸说，但我们相距那么远，又该怎么办呢？距离不是问题。志明坚定地说，只要我们都愿意，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台湾和深圳又不是天涯海角，坐飞机也就1个多小时，我们可以先保持联系，看看这份感情能走多远。
雅琪感受到志明的真诚和决心，心里的犹豫渐渐消散。是啊，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，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好，那我们试试看。雅琪微笑着说。捷运很快到了桃园机场，临别前，志明送给雅琪一个小盒子。这是什么？雅琪好奇地问。一点小礼物，回深圳后再打开吧。志明神秘地笑着说。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，约定很快再见面。回到深圳后，雅琪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志明的礼物。那是一个精致的木雕钥匙扣，上面刻着一碗卤肉饭的图案，背面刻着一行小字：愿你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找到让心灵安定的美食和知己。看到这份充满心意的礼物，雅琪眼眶湿润了。在物质丰富的深圳，她收到过无数昂贵的礼物，却从未有一件像这个朴实的木雕钥匙扣一样，让她如此感动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雅琪和志明每天都会通过视频聊天，尽管相隔两地，两人的感情却在日常的点滴交流中不断加深。志明会给雅琪讲述台湾的历史和文化，雅琪则分享深圳的城市变迁和科技发展。2个月后，志明有机会来深圳参加一个历史研讨会，雅琪特意请了假，亲自到机场接他。看到雅琪的那一刻，志明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欢迎来到深圳，雅琪开心地说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志明轻声说。雅琪带志明参观了深圳的地标、世界之窗、东部华侨城、深圳湾公园。志明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赞叹不已。深圳真的很神奇，短短40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，简直是奇迹。志明感叹道。是啊，深圳的发展速度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。雅琪骄傲地说，不过有时候发展太快也有代价，很多人生活节奏太快，忽略了生活的品质和情感的交流。晚上，雅琪特意带志明去了一家客家菜馆，点了几道和台湾客家菜相似但又有区别的菜肴，两人边吃边比较两地饮食文化的异同。深圳的客家菜和台湾的有什么不同？雅琪好奇地问。味道上差别不大，但台湾的客家菜受到了闽南菜的影响，会更清淡一些。志明专业地分析道，这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如何随着人口迁移而融合变化。听着志明的讲解，雅琪再次被他渊博的知识所吸引。在他的圈子里，大多数人谈论的都是房价、股票、奢侈品，很少有人像志明这样对文化和历史有如此深入的理解和热爱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雅琪越来越确信自己对志明的感情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喜爱。雅琪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考虑。有一天晚上，志明突然认真地说。什么想法？雅琪好奇地问。我在想，也许我可以申请深圳的大学教职，这样我们就不用两地分居了。志明说，深圳有很多好大学，我的专业也有市场。而且深圳的高校待遇比台湾好很多。雅琪听了，心里一阵感动。志明愿意为了他放弃台湾的生活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，这份情谊让他无比珍视。你真的愿意为我来深圳发展吗？雅琪有些不敢相信。当然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在哪里都一样。志明坚定地说，而且深圳是座很有活力的城市，对我的学术发展也有好处。雅琪感动得眼眶湿润，谢谢你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。不过我们也可以一起规划，看看哪种方式对我们2个人都最好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认真的未来规划。志明开始申请深圳高校的教职，而雅琪也考虑是否可以适当减少工作量，留出更多时间陪伴志明。半年后，志明顺利获得了深圳某知名大学的教职邀请，决定下学期就正式搬到深圳生活。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，雅琪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其中包括她学习了很久的卤肉饭。我的手艺肯定比不上台湾夜市的那家，你别嫌弃啊。雅琪有些紧张地说。志明尝了一口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太好吃了。虽然味道和夜市的不太一样，但这是属于你的味道，我更喜欢。听到志明的夸奖，雅琪开心地笑了。在这一刻，她突然想起了他们初次相遇时在夜市吃的那碗卤肉饭。谁能想到，一碗普通的卤肉饭竟然成了他人生转折的开始。晚餐后，志明突然单膝跪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
林雅琪，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确信你就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盒子里是一枚简单大方的钻戒，虽然不是最贵的品牌，但雅琪知道这已经是志明的全部积蓄了。我愿意，雅琪激动地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这一刻，她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，而在于找到一个真正懂你、爱你的人。2个月后，志明和雅琪在深圳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，志明的父母和雅琪的父母相处得很融洽，两家人都为子女找到幸福而感到欣慰。婚宴的主菜赫然是台湾风味的卤肉饭。志明还特意请了当年那家夜市的老板过来指导厨师烹饪，每一位宾客都收到了一个精致的木雕钥匙扣，上面刻着一碗卤肉饭的图案，背面是志明和雅琪的名字与婚礼日期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志明在婚宴上深情地说，我和雅琪的故事始于一碗卤肉饭，证明了缘分的奇妙。希望大家吃了这碗卤肉饭后，也能像我们一样幸运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台下掌声雷动，很多人都被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婚后，志明在深圳大学任教，雅琪继续她的工作，但也开始尝试新的可能性。受志明的影响，他对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创办一个跨文化交流中心，促进两岸年轻人的互动和了解。1年后，雅琪怀孕了，志明每天都精心照顾她，给她煲汤，陪她散步，晚上还会给肚子里的宝宝讲故事。你猜我给宝宝讲了什么故事？有一天晚上，志明神秘地问雅琪，什么故事？雅琪好奇地问。我告诉宝宝，他的爸爸妈妈是因为一碗卤肉饭而相遇的，这是多么神奇的缘分。志明笑着说，我希望他长大后也能像我们一样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最美好的人。雅琪听了，眼眶湿润，轻轻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腹部。是啊，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往往是那些计划之外的惊喜。谁能想到，我去台湾散心，却因为一碗卤肉饭遇见了我的命中注定呢？志明温柔地吻了吻雅琪的额头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天注定吧。这就是深圳富二代美女林雅琪和台湾历史老师陈志明的爱情故事。一碗卤肉饭，2座城市，跨越海峡的爱情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各位宝贝们，丽姐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你们相信缘分吗？你们有没有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最特别的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哦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订阅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